光是在美国，每年就有超过6000起家庭火灾与微波炉直接相关，其中将近500起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在中国大陆，消防部门每年接报的微波炉爆炸事故更是触目惊心，轻则整台机器报废，重则厨房起火，人员烧伤，甚至有人因此丧命。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些事故的起因往往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，却完全不知道危险的日常操作。微波炉这个东西，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意外。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，美国雷神公司的工程师珀西·斯宾塞正在测试一台磁控管雷达设备，突然发现口袋里的巧克力融化了。这位老兄没有被吓到，反而兴奋地跑去买了一袋爆米花粒丢到雷达前面，结果爆米花噼里啪啦炸了一地。第二天，他又拿了一颗鸡蛋来测试，结果鸡蛋直接在同事脸上炸开了。就是这些看似好笑的实验，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厨房发明之一。从1945年到今天，微波炉已经走进了全球数十亿个家庭。它内部的磁控管每秒钟让水分子震荡 24.5 亿次，这种能量绝不是开玩笑的。但正是因为它太常见、太日常，我们反而忘记了尊重它的规则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拆解微波炉的10大致命禁忌，从第10名到第1名，危险程度逐级攀升。而第1名，我敢说，你家此刻可能正在犯。看完这期，你会重新认识你家那台看似人畜无害的小方盒子。第10名，用微波炉烘干衣物或毛巾。你没听错，真的有人这么干，而且不是个例，是一大堆人。尤其是冬天，阴雨连绵，湿毛巾怎么都干不了，挂在阳台上3天还是潮的。这时候有人灵机一动，微波炉不是能加热吗？丢进去转2分钟不就干了？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微波炉的加热原理和烘干机完全不同。微波炉靠的是什么？靠微波让水分子高速震荡来产生热量。当毛巾里的水分被迅速蒸发之后，接下来微波能量就会直接作用在纤维上。布料纤维可没有水分子那么能扛，它会因为过热而开始碳化。碳化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着火的前一步。你想想，一条毛巾在密闭的微波炉里碳化，里面又没有水来降温了，那不就是一个点火程序吗？2019年，英国一位老太太把丝袜子丢进微波炉，她只是想暖暖脚而已。结果3分钟后，厨房浓烟滚滚，消防队赶到时，袜子已经烧成灰烬，微波炉内壁全部融化变形，连带旁边的料理台都被熏黑了。更危险的是，如果衣物上有金属拉链、纽扣或金属纤维，那就不是碳化的问题了，而是直接在微波炉里放烟火，火花四射，精彩到让你后悔莫及。所以拜托，微波炉是用来加热食物的，不是烘干机。别让你的创意害了你的厨房。第9名，加热带壳或带膜的食物，鸡蛋、板栗、香肠、密封的葡萄，甚至整颗番茄。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它们外面都有一层密封结构，可能是蛋壳，可能是果皮，也可能是那层薄薄的肠衣。平时你觉得这层壳、这层皮没什么大不了，但在微波炉里，它就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的外壳。原理很简单，当微波加热时，食物内部的水分迅速变成蒸汽，体积急剧膨胀，但外面那层壳死死地封住了出口，蒸汽出不去，压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就像一个不断充气的气球，直到某个临界点，砰，整个爆开。这可不是我在吓你。2017年，美国声学学会发表了一项实验研究，专门测试了微波炉加热鸡蛋的爆炸威力。结果发现，一颗微波加热后的鸡蛋在被叉子戳开的瞬间，爆炸产生的声响可以达到133分贝。133分贝是什么概念？接近喷射机起飞时，你站在跑道旁边的噪音水准，而且那些蛋液是滚烫的，不是温温的那种烫，而是远超100度的过热液体。微波加热的一个特性就是它会让食物内部温度远高于表面，你用手摸觉得还好，一咬开里面是地狱，飞溅到脸上、眼睛里，造成的烫伤有时候比直接泼开水还严重。专家建议
任何带壳带膜的食物，加热前一定要先戳几个洞，让蒸汽有出口。鸡蛋嘛，就别用微波炉了，老老实实水煮吧，省那2分钟不值得拿脸去赌。第8名，使用金属容器或铝箔纸。这一条很多人知道，但你注意了，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整个银河系。你有没有试过把外卖的铝箔餐盒直接丢进微波炉？回想一下，上个月、上个礼拜，你是不是曾经忘了把铝箔纸撕掉就按了启动键，或者用不锈钢碗加热剩菜？又或者你有注意过家里那些边缘有金色或银色花纹的瓷碗吗？那些花纹很多时候含有金属成分，微波炉发射的微波遇到金属会被反射，这个反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电弧的现象，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些恐怖火花，电弧的温度有多高？可以达到上千度，瞬间就能点燃附近的纸巾、塑胶袋，甚至食物表面的油脂。更要命的是，电弧产生的强大反射波会直接轰击微波炉内部的磁控管，磁控管是微波炉的心脏，这玩意一坏，轻则整台微波炉报废，重则磁控管过热引发短路起火。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很多人习惯用铝箔纸包裹食物保鲜，或者买回来的食物外面就裹着一层铝箔，然后懒得拆就直接丢进微波炉。你觉得只是一小片铝箔纸没关系？大错特错，哪怕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铝箔碎片，也足以在微波炉里制造一场小型电弧风暴。还有那些外带咖啡杯的杯盖，有些是铝质的，还有那些巧克力的锡箔包装纸，还有微波食品外包装上偶尔会有的小金属片，这些你都注意到了吗？所以加热前，请务必仔细检查容器材质，玻璃和陶瓷是最安全的选择。第7名，长时间加热油炸食品，炸鸡、薯条、春卷、油条、炸猪排，这些油炸食品用微波炉回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尤其是半夜饿了，把冰箱里的炸鸡拿出来丢进微波炉，完美。但很多人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？丢进去，按5分钟甚至更久，然后去客厅追剧，等叮一声再来拿，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。油炸食品表面附着大量油脂，而油脂的沸点比水高得多，水100度就沸腾了，但油脂可以一路加温到200度、300度都不会沸腾。可问题是，当温度持续攀升到某个临界点，大概在300度到350度之间，油脂会自燃。注意，不是被点燃，是自燃，不需要明火，不需要火星，油脂自己就烧起来了。2020年，日本一家便利商店发生了一起微波炉火灾，一名员工把一份炸可乐饼放进微波炉加热6分钟，结果加热到第4分钟的时候，微波炉内部突然窜起火苗，火势迅速蔓延到旁边堆放的纸杯和塑胶袋，整个后厨瞬间烟雾弥漫，幸好员工反应快，用灭火器扑灭了火势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油炸食品回热时间绝对不能太长，建议分段加热，每次1到2分钟，中间拿出来翻动一下，既能让热量均匀分散，又能随时观察状况。而且最好在旁边放一条湿抹布，万一真的起火了，千万不要用水泼，有火遇水会炸开。正确做法是关上微波炉门，让火自己焖灭，或者用湿抹布盖住。第6名，加热密封容器或保鲜盒不开盖，这跟带壳食物爆炸是同一个原理，但它比带壳食物更常见、更日常、更容易犯。可以说，这是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。你一定做过，而且可能今天就做过。场景是这样的，你把装满剩菜的保鲜盒从冰箱拿出来，盖子都没掀，直接塞进微波炉就按开始。你觉得不就是加热吗？盖着盖子还能保持水分，加热效果更好呢？问题来了，加热过程中，盒内的水分变成蒸汽，蒸汽需要空间，但容器是密封的，压力在不断累积，但你从外面什么都看不出来，那个保鲜盒就安安静静的转着。如果保鲜盒的密封性很好，那恭喜你，你正在制造一颗食物炸弹。等微波炉停了，你打开门，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盖子在加热过程中就已经被蒸汽顶飞了，滚烫的汤汁喷的微波炉里面到处都是，你手伸进去拿的时候，
余温足以烫伤你。第二种更可怕，盖子还没飞，你把盒子端出来，手指碰到盖子的瞬间，压力找到出口，盖子像炮弹一样弹射出去，滚烫的蒸汽和汤汁直喷你的手和脸。每年有大量的微波炉烫伤事故就是这么来的。受害者通常是手部和面部的蒸汽烫伤，而蒸汽烫伤往往比热水烫伤更严重，因为蒸汽温度更高，接触面积更大，穿透力更强。而且不只是保鲜盒、塑胶袋装的食物、密封的外卖打包盒，甚至保鲜膜如果包得太紧，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。正确做法非常简单，加热前打开盖子，或者至少留一条缝让蒸汽排出。1个2秒钟的动作就能避免一场厨房灾难。记住了，宁可加热效果差一点点，也不要把你的厨房变成压力锅。第5名，加热纯水却不放任何东西在杯子里。这一条听起来最荒谬，但它的危险程度排在前5名，绝对实至名归。用微波炉烧水太正常了吧？泡茶、泡咖啡、泡泡面，谁家没干过这事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一个物理现象，叫做过热。正常情况下，你用水壶烧水，水壶底部和壁面都是粗糙的金属表面，这些粗糙的表面提供了大量的气化核，也就是让水蒸气气泡形成的微小起点。所以水温到了100度，气泡纷纷冒出来，水就沸腾了。你能看到水在翻滚，知道它很烫，但微波炉加热水的方式完全不同。微波是均匀的加热水体中的每一个水分子，而不是从底部加热。而且很多人用的是光滑的陶瓷杯或玻璃杯，杯壁光洁如镜，没有粗糙表面来提供气化核，结果就是水的温度已经超过100度了，102度、105度，甚至更高，但它就是不沸腾，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一点泡泡都没有，就像一杯普通的温水。然后你做了一个致命的动作，你打开微波炉门，拿起杯子，也许你手一晃，也许你把一包茶包丢进去，也许你拿起汤匙搅了一下，这个微小的扰动就像扣下了扳机，瞬间整杯过热的水剧烈沸腾，水柱喷射而出，就像一座小型间歇泉直接在你手里爆发。这不是理论推演，这是全世界真实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故。受害者轻则手部严重烫伤，皮肤直接起水泡脱落，重则面部2度灼伤，需要住院植皮。更有人眼角膜被滚烫的水蒸气灼伤，导致永久性视力受损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门为此发布过消费者警告，可见这个问题有多严重。预防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加热水时，在杯子里放一根木筷子、一根竹签或者一根木质搅拌棒，这些粗糙的木质表面可以提供气化核，让水正常沸腾。另外，加热时间不要太长，不要一口气加热超过2分钟。如果你已经加热了很长时间，打开门之后先不要动杯子，等1分钟让它稍微冷却再拿。记住了，一根筷子救你一张脸，这可能是你今天学到的最值钱的知识。第4名，让微波炉空转。什么叫空转？就是微波炉里面什么都没放，你按了启动键让它空转。你可能会问，谁会这么无聊？答案有3种人。第一种是小孩，很多家庭的微波炉就放在孩子能碰到的高度，按钮简单又有趣，小朋友好奇，按着玩是常有的事，反正一按就亮灯，转盘就转，多好玩啊。第二种是粗心大意的成年人，以为里面有东西，但其实忘了放进去，按完就走了。第3种更离谱，有人拿微波炉当计时器用，觉得转2分钟刚好提醒自己做某件事。空转有多危险？微波炉运作时，磁控管会持续发射微波，正常情况下，这些微波会被食物中的水分子吸收，转化为热量。但如果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微波就没有东西可以吸收它们，这些能量会在腔体内反复反射，最终全部反弹回磁控管本身。磁控管是微波炉的心脏，当大量微波能量反弹回来，就相当于这颗心脏被自己的血液倒灌了。磁控管会急剧过热，温度飙升，轻则永久损坏，整台微波炉直接报废；重则磁控管过热，引发内部电子元件熔毁，电路短路，
接着就是冒烟起火。有些新款微波炉配备了空转保护功能，能侦测到枪体内没有负载，然后自动停机。但不是所有型号都有这个功能，尤其是那些用了8年、10年的老旧微波炉，基本上没有任何保护机制。所以如果你家有小孩，请务必启用微波炉的铜锁功能。如果你的微波炉连铜锁都没有，那就把它放到小孩碰不到的地方，或者至少把微波炉的门打开，因为大多数微波炉在门开启的状态下是无法启动的。预防永远比善后便宜。第3名，忽略微波炉的清洁和维护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上一次认真清洁微波炉内部是什么时候？1个月前、半年前，还是老实说，自从买回来就没清过？我不责怪你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一样。微波炉嘛，开门、放东西、按钮、拿出来、关门，谁会去注意里面那些飞溅的酱汁、凝固的油脂、干掉的菜渣？看起来只是不美观而已嘛。但事实上，这些残留物每一次加热都在吸收微波能量，它们不是食物了，它们是干掉的有机物，含水量极低，加热效率极差，能量转化成了更高的局部温度。1次2次没关系，但日积月累，这些碳化物可以成为微波炉内部的火种，尤其是那些累积在转盘边缘和枪臂死角的油质，在反复加热下会逐渐碳化，最终可能自燃。更严重的问题是微波炉内壁的涂层，你以为那层银白色或灰色的涂层只是为了好看和好清洁？不，它的核心功能是反射微波，确保微波在枪体内均匀分布。一旦涂层出现破损、剥落、生锈，微波就会在破损处集中，那个位置会异常过热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那个破损点每次使用时都在承受极端高温，时间一长就可能烧穿内壁，甚至引发枪体外的元件起火。还有一个 99% 的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东西，就是微波炉门上的密封胶条。这条其貌不扬的橡胶条是防止微波泄漏的最关键屏障。如果胶条老化、变形、龟裂，或者沾满了油污和食物残渣，导致密封不严，微波就可能从门缝泄漏出来。虽然现代微波炉的设计让泄漏量通常在安全标准以内，但一台门封条都烂了的老旧微波炉，你确定你愿意天天站在它旁边吗？所以每周至少清洁1次微波炉内壁，方法很简单，拿1碗水加几片柠檬或1勺白醋，放进微波炉加热3到5分钟，让蒸汽充满腔体，然后打开门，用湿布一擦，所有污垢轻松就掉了。定期检查涂层有没有破损，门封条有没有变形或龟裂。如果发现严重问题，请果断更换。一台微波炉的正常寿命大概是8到10年，超龄服役的老机器就别省那点钱了。第2名，用不合适的塑胶容器加热食物。第2名的可怕之处在于什么？在于它不会让你的微波炉爆炸，不会让你的厨房起火，不会让你立刻受伤，不会发出任何声响或异味来提醒你。它的伤害是慢性的、隐形的、无声无息的，日积月累。等你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甚至不会把它和微波炉联系在一起。不是所有塑胶都能进微波炉，这句话必须刻在每个人的脑子里。只有明确标示了微波炉适用的塑胶容器材质通常是5号聚丙烯，才能相对安全的使用。而那些外卖打包盒、普通塑胶袋、泡沫餐盒、一次性塑胶杯、便利商店的塑胶餐具，它们在高温下会释放出什么东西？双酚 A、塑化剂、邻苯二甲酸酯，甚至微量的甲醛，这些化学物质会渗透进你的食物，被你毫不知情的吃下肚。你可能说，我用的那种看起来很厚实的外卖盒，上面还有回收标志呢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问题在于，回收标志上的数字代表的是塑胶材质类别，不是耐热等级。只有数字5的聚丙烯可以耐受微波温度，而不明显释放有害物质。数字1的保特瓶材质，数字6的聚苯乙烯，也就是保丽龙材质，数字7的其他类塑胶，在微波温度下都可能大量释放有害物质。2021年，一项发表在国际环境科学期刊上的研究
做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实验。他们用不同材质的塑胶容器微波加热食物，然后检测食物中的微塑胶含量。结果发现，用不当塑胶容器微波加热后的食物，其中微塑胶颗粒数量是常温储存时的数百倍。数百倍！你每天这样吃1顿2顿，1年365天，10年呢？微塑胶和塑化剂进入人体后会怎样？它们不会被消化排出，而是会在体内慢慢累积。目前科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指出，这些物质可能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系统，影响荷尔蒙平衡，损害生殖健康，降低免疫力，甚至与某些癌症的发生率升高存在关联。2023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将塑化剂中的邻苯二甲酸酯列为可能致癌物。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？把食物从塑胶容器倒进玻璃碗或陶瓷碗再加热，就是多洗1个碗的事情。你用10秒钟倒一下，用1分钟多洗1个碗，换的是你和家人几十年的健康。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第1名，在微波炉旁边放易燃物品以及堵住散热口。终于来到第1名了。在讲这条之前，我先请你做一件事。如果你现在在家，请你站起来，走到你家厨房，看看你家微波炉的周围，看看它的上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有没有堆着纸巾，有没有放抹布，有没有塑胶袋，有没有食用油瓶，有没有厨房纸卷，有没有调味料罐子，有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压在微波炉上面。我敢打赌，90%以上的家庭微波炉周围1公尺之内都塞满了各种厨房用品。为什么？因为厨房空间有限啊。微波炉通常被塞在角落里、架子上、冰箱上面，寸土寸金的厨房里，哪来的空间给微波炉留出安全距离？于是微波炉上面堆杂物，旁边塞纸巾，后面顶着墙壁，散热口被各种东西挡得严严实实。你觉得微波炉外壳是隔热的，里面再怎么热，外面不会有事？这个想法大错特错。微波炉运转时，磁控管和变压器会产生大量废热，这些废热需要通过机身的散热口排出。散热口通常设在微波炉的背面和顶部。如果散热口被纸巾、塑胶袋、杂物堵住，热量排不出去，微波炉内部温度会持续攀升。短期内可能只是加速老化，但长期下来，内部温度过高会导致电子元件加速劣化，绝缘材料碳化，最终引发短路起火。而一旦微波炉起火，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火苗，旁边那些纸巾、塑胶袋、厨房纸卷就是最完美的助燃剂。火势会在几分钟之内从一点小火蔓延成吞噬整个厨房的大火。2023年，中国大陆某地一起住宅火灾的调查报告显示，起火原因就是微波炉使用过程中，顶部堆放的塑胶袋受热软化，部分融化后滴落到散热口，堵住了散热通道。微波炉过热导致内部元件起火，火势蔓延到旁边的厨房纸和油瓶，整个厨房被烧毁，连带客厅也受到严重损坏。所幸屋主及时逃出，没有人员伤亡，但财产损失超过数十万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情况，微波炉如果放在木质柜子里面，上下左右几乎没有空间，就像被塞进了一个保温箱。长期使用下来，柜子的木板会因为反复受热而逐渐碳化，碳化到一定程度，某一天微波炉的废热就能直接点燃柜子。这种情况在国外的火灾报告中屡见不鲜。因为很多欧美家庭喜欢把微波炉嵌入橱柜里，如果安装不规范，散热空间不足，就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。正确做法是什么？微波炉周围至少保持10到15公分以上的空间，尤其是背面和顶部，绝对不能堆放任何物品。散热口必须保持畅通，周围不放纸巾、塑胶袋、油瓶等易燃物。微波炉不要放在密闭的柜子里，除非那个柜子是专门为嵌入式微波炉设计的，有足够的散热空间。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，家家户户都在犯。这就是为什么它排在第1名，不是因为它最容易爆炸，而是因为它最容易被忽视，犯的人最多，一旦出事，后果最严重。好了，今天微波炉10大致命禁忌全部讲完了。
我们最后来快速回顾一下。第10名，用微波炉烘干衣物，纤维碳化起火。第9名，加热带壳带膜食物，蒸汽压力引发爆炸。第8名，使用金属容器或铝箔纸，电弧火花，毁机伤人。第7名，长时间加热油炸食品，油脂高温自燃。第6名，密封容器不开盖加热，滚烫液体喷射烫伤。第5名，纯水过热现象，进水突然报废，灼伤面部。第4名，微波炉空转，磁控管过热，报废起火。第3名，忽略清洁维护，残留碳化，涂层破损，门封老化。第2名，不当塑胶容器加热，慢性毒害，日积月累。第1名，周围堆放易燃物，堵住散热口，小火变大火。这10条禁忌，没有哪一条是什么高深的科学原理，全都是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小事，但恰恰就是这些小事，年复一年的在全世界制造着数以万计的事故。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你的家人，尤其是你的爸妈和爷爷奶奶，因为老一辈人对微波炉的安全知识往往最薄弱，但他们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人群。也分享给你身边有小孩的朋友，因为小孩好奇心强，安全意识弱，最容易在微波炉上出事。一次分享，也许就能避免一场悲剧。微波炉是你的厨房好帮手，但前提是你尊重它的规则。如果你不尊重它，它也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变成你最大的噩梦。